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巴菲特。This is my 60th annual meeting, and it's the biggest, and I think it'll be the best yet. 在今年5月3号，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大会上，94岁的巴菲特宣布，他要辞去伯克希尔公司的董事长的职务。The time has arrived where Greg should become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company at year-end. 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整整55年，从39岁一直干到了94岁。巴菲特啊，被人称之为股神，确实是神啊！在他漫长的投资经历过程中啊，他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涨了几万倍，现在的股价好像已经70-80万美元一股了啊！而他自己的财富呢，也已经了几百亿美元了。那你想想，那确实是钱早就花不完了啊！但是这巴菲特啊，人终其一生都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就住在美国的一个小镇里头，也没住在大都市啊。然后自己的房子呢，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住了几十年的一个房子。那他的邻居啊，都没有巴菲特有钱，盖的房子都比他好，但他就住在这么一个房子里，他也不换，他也不买豪宅，也不买游艇，也没有什么绯闻啊。他自己开的车啊，就是一个10来年的这么一个卡迪拉克。后来他不是说要把钱捐给这个比尔盖茨吗？他跟比尔盖茨就点了一顿汉堡，于是就决定了这几百亿美金就捐出去了。包括他不是那个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巴菲特的午餐吗？很多中国富豪不都是买了跟他一起吃饭，最高的时候卖到了几百万美元一顿饭啊！但那顿饭呢，吃的是什么呢？吃的也就是纽约的一个牛排馆。所以他这一辈子啊，认为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牛排。所以你看巴菲特这个人呢，他有点类似于马斯克、韦伯啊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本书里所描述的那样一种资本主义精神所拥有的人。这些人呢，他是一些新教徒，通过勤勉的努力，拼命的赚钱，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自己呢还不享受，因为清教徒嘛，不能享受。然后呢，赚了钱之后呢，要回馈大众，回馈社会，把自己的钱呢都捐出去，完成一个利他主义的人生。所以巴菲特这终其一生的这人生信条，我觉得蛮令人佩服的啊。就在于今年5月3号这次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上，一个来自上海的小伙子给巴菲特提了一个问题。My name is Peter Chen. I'm from Shanghai, China. This is my first time attending this shareholders meeting. I would like to ask a question about the wisdom of life. Have you ever encountered any major setbacks or low points in your life? And how did you get through and overcome them?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巴菲特的回答啊，就特别有哲理啊。Everybody gets setbacks, and some people have particularly bad luck in that respect, and others get through with fairly minors. 他说这东西都不算什么，在人类漫长的过程中，人生漫长的过程中，就是一个长跑嘛。紧接着他提了一句话 ：You were born at a good time. I mean, if you look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China, when would you rather have been born? 100 years ago, 500 years ago, 1,000 years ago, or now? It's just hands down. You'd be lucky. I mean. 他说你现在生活的这个中国这个时代，是你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他说你想一想，你倒退100年，或者倒退500年，或者倒退1000年，你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吗？显然不会吧。现在的中国就是你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很多。这句话让我挺感慨的，包括很多中国的媒体啊，也都把巴菲特的这句话拿出来炒作一番。瞧瞧，现在的中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啊！我呢就是这个话题，我想讲一讲啊，就巴菲特跟中国之间的故事啊，也包括巴菲特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巴菲特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是他投资了2家中国企业，一家中国企业呢叫中石油。2002年的时候啊，中石油在香港上市，当时也是国有企业嘛，率先要到香港上市啊。当时的中石油啊，国际市场上资本市场不太认可中国国有企业，然后还是个垄断行业，又是一个传统行业，大家都不看好。所以当时中石油啊上市之后啊，市值只有370亿美元。但是巴菲特呢，经过他的算法啊，
他说这个中石油啊，天然气的储量啊，还有各方面一算，他说内在价值1000亿美元，严重被低估。于是啊，他大手笔啊买了一大笔中石油，买了多少呢？买了中石油整个市值的1.3%，成为了中石油啊除了中国政府以外最大的股东。结果啊，他买完之后，这中石油就赶上好时候就开始涨啊，一直涨到2007年，当时中石油的市值涨到了2000多亿美元。巴菲特一看啊，太高估了，他就把中石油给卖了啊。5年的投资翻了7倍啊！当时大家都说神呐，确实是神。他当时买中石油的时候，很多人还批评过他，说巴菲特这个人你怎么能买中国政府搞的这个公司呢？那国有企业都不道德，还垄断呢，吸血鬼呀！巴菲特没说话。巴菲特这个人呢比较务实啊，他认为这家公司啊被低估了，他就买了啊。至于其他的，他很少发言。他投资的第2家企业就是比亚迪。比亚迪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是风头正劲啊。最新的比亚迪的销售数额1年啊已经超越了1万亿人民币，而且正式超越了特斯拉。但是倒退20年啊，能够认识到比亚迪这家公司价值的，那还是凤毛麟角啊。想当初啊，我在香港市场也买过一段时期比亚迪，后来跌了，是吧？也不怎么涨，我就给卖了。但是你看看人家巴菲特啊，自从买了比亚迪啊，到现在一直没卖，还拿着呢，所以我的肠子都悔青了。你别说啊。那巴菲特投资比亚迪啊，他跟另外一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就叫李路。李路啊，熟悉8964的人都知道啊，他是当年中国政府啊通缉的23个学运领袖之一。这李路呢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呢到北京参加天安门广场运动啊，然后呢他就加入到了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成为了柴玲的左膀右背。柴玲当时是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嘛啊。那么有人就说啊，这李路当时在8964的过程中间啊，这个行动非常激进。你比如说啊，那1989年啊5月份的时候，当时学运领袖也包括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海淀区召开了一个会议，当时就认为要跟中共妥协，是吧？学生可以撤出去。当时会议上已经达成协议了，结果回去之后柴玲就反悔了。有人就说这个柴玲反悔啊，就是这个李路讲的。为什么要反悔呢？因为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它还不是高自联。你如果撤回去了，那是高自联继续掌握权力，但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就没了嘛，对不对？而有人猜测啊，就是李路跟柴玲这么讲，于是柴玲回去之后呢，就拒绝了当时会议执行的这么一个决议啊。包括6月3号晚上，当时不是解放军的军队要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吗？天安门广场那些学生搞了一个投票，说是撤出啊，还是继续留下来啊？据说李路当时是坚决反对撤出，就是要坚决留在天安门广场。所以有人就说啊，柴玲和李路啊，要为8964啊，当时学生很多人这种死在阻挡解放军的这个军队的军车面前，要负一定的道义责任。那不管怎么讲啊，李路在8964之后呢，他就跑到了国外，先是去了法国，后来又去了美国啊。他到了美国之后呢，跟当时的民运呢，一开始呢也有过一段时间比较亲密的关系啊，但他很快就脱离了这个群体，他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书去了啊。事实上，当时啊那些学运领袖出国之后呢，多数西方的大学啊都给他们录取了。你比如说沃尔凯西啊，那沃尔凯西当时加入到了哈佛大学啊，哈佛大学还给他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呢。这个沃尔凯西这个人呢，也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读了几天就读不下去了，就从哈佛退学了啊。但是人家李路啊，在哥伦比亚大学那是发愤图强，开始读书啊。他用6年的时间里头拿了3个学位，第一个是经济学的学士，第二是法学的博士，第三呢是一个工商管理硕士。据说啊，这个记录到现在都没有人能打破啊。那你相比之下，你像王丹、沃尔凯西这些人啊，在读书方面确实是不行。王丹后来不是出国，也在哈佛费正清中心读了一个博士嘛？那读的是什么呢？读的是中共党史。更重要的是啊，就是这些人后来都走上了一个所谓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我说的这个职业革命家是一个打着引号的职业革命家，应该叫职业政治运动家啊。但是李路呢，就跟这些人开始渐行渐远了。他可能呢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学习啊，来改变自己的过去的那样一种人生轨迹。就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过程中，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跟他讲，说巴菲特到了学校里头要做演讲。那李路当时呢不知道巴菲特是谁，他说这巴菲特是不是免费吃啊？
因为在英语里头，这巴菲特啊跟这自助餐呢差不多是同一个词，发音很像。那同学就笑话他，他说：“你看，你连股神你都不知道，巴菲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那是股神不得了，拉着他去听。”据说啊，李路自己讲，他说这次讲座对他整个人生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巴菲特在演讲过程中讲述了他的那种投资理念，就是要利用复利进行投资，发现那些伟大的公司，长期持有，不做投机。这个投资理念呢，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李路。李路一说这个东西好啊，因为他学的也是经济学嘛，一听就懂啊。他说这个理念我们也可以弄啊。所以据说他听完巴菲特的演讲之后，自己利用学生贷款就开始投资股票了。所以在96年啊，李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呢，1年之后他就成立了自己的一个投资公司，叫喜马拉雅基金啊。这喜马拉雅基金呢，当时呢在韩国啊、日本呢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也买了一些价值低估的股票。2003年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啊，他经过一个这个人权活动家的介绍呢，就认识了著名的投资大师芒格。这芒格啊，也是巴菲特的终其一生的好友啊，讲究的也是价值投资，不投机。一生呢就投很少的几家公司，看准了之后买定之后啊，就不离手了。终其一生跟着这些公司一起啊，来变得伟大的一个过程，所谓的时间的玫瑰啊。据说啊，李路啊跟这个芒格认识之后啊，两个人一见如故。见面之后啊，两个人谈了4、5个小时。这之后啊，李路跟芒格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每周都固定的在一起啊吃一次晚饭。当时芒格啊也非常欣赏李路这个人，据说他当时跟李路就讲，他说如果你把你的基金会啊做一些改造，那我愿意给你一大笔钱让你来管。后来呢，李路就听从了他的计划啊，芒格给了他8800万美元，然后而且跟他讲，他说你这个投资基金啊就不依照别人的资金了，你就把我这个钱管好。至此之后，芒格就成了李路的导师加朋友。据李路啊在他自己的书里头讲啊，说芒格每年呢这个夏天的时候都要到明尼苏达那个地方湖里去钓鱼，每年非常固定。然后这李路这一家伙也会跟着他去。他讲了一个细节，他说芒格啊到了这个明尼苏达钓鱼的时候，他说是几十年了啊，每次去的这个地点都不一样，每次去的那个湖啊都不同。这芒格每次都在当地找一个固定的麦约尔这个人带着他去。这麦约尔这个人很神呐，他对这个湖里头的鱼的情况他非常了解，所以每次带着他们去总能钓到大鱼，钓到很多鱼。这个李路啊有一次就非常不解，他就问这个芒格，他说你为什么不到那个最大的湖里去钓鱼啊？那芒格就跟他说，最大的湖里没鱼，你不信你去钓，真的是没有鱼。李路呢据说是到那湖里一钓，真的是没有鱼。所以芒格就跟他说，他钓鱼啊一定要找有鱼的地方去钓，这成了他投资的理念之一。所以你看芒格对李路的影响非常大啊。那李路啊那是怎么发现比亚迪这家公司的呢？据李路自己讲啊，就是2000年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啊就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报纸讲，他说有一家中国的公司啊给摩托罗拉来做这个电池。做什么电池呢？就2次充电的这个商用电池。他当时一下就注意到这个新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这个2次充电的电池啊，在这个电池领域里头还算是一个难点，一般来说都是日本公司在做。现在有一家中国的公司竟然能做到这一点，他觉得很奇怪啊，这中国公司这么了不起吗？他就注意到比亚迪这家公司了。后来2002年啊，比亚迪这家公司在香港上市，李路就通过比亚迪的那个副总裁李科，就跟这王传福见了一面。当时啊，就2个人啊，在芝加哥机场旁边有一个小餐馆里吃的非常简单。2个人第一次见面，据说2个人是一见如故啊。李路啊就问了很多王传福的各种问题，王传福就给他解释怎么通过逆向工程来完成啊自己的创造，就是既不按照日本公司做电池的那种方式，又能达到同样的电池品质。据说当时李路听完之后啊，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觉得比亚迪这家公司了不起。2个人吃完这顿饭之后呢，李路啊就买了不少比亚迪这家公司的股票。后来他不是认识了芒格吗？他又把这个芒格介绍给了王传福，王传福由此就认识了芒格啊。芒格呢，于是呢通过这个李路的这家基金呢，也投资了这个比亚迪的这家公司。当时啊，这个芒格刚刚投资比亚迪这家公司之后啊，
这王传福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当时就收购了陕西一个叫秦川汽车这家企业啊。当时资本市场对王传福的这个投资行为啊都嗤之以鼻，认为这个做电池的竟然收购一家汽车公司，这是疯了。所以当时他收购完这个秦川汽车公司之后啊，这股价大跌啊，市值蒸发27亿。据说当时芒格啊也跟这个王传福说，你不要瞎搞，你就做好你的电池就行了，你不要做其他的这个领域的事情。这王传福不听啊，就执意就买下了秦川汽车。因为买下了秦川汽车，就有了汽车牌照，很快他就涉足到了这个汽车领域啊。最后做成功了，芒格对这个王传福还是称赞有加，觉得这个人是了不起啊。2008年的时候，芒格呢就给巴菲特打电话，他说我给你推荐一家中国公司，这家公司你一定要投，如果你要不投的话，你将错过什么呢？他说你将错过一个福特，一个爱迪生，还错过一个比尔盖茨，还错过一个杰克韦尔奇，这可不得了啊！那就说明这王传福这4个人的化身呢。那你想想，爱迪生、什么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这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啊？是吧？这巴菲特一听完之后呢，他非常信任这个芒格啊，他也研究了比亚迪这家公司，研究完之后，他觉得这家公司靠谱，于是他决定啊，拿出5亿美元买比亚迪20%的股份。王传福一听说买太多了，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管理层股票被稀释嘛，所以就直接拒绝了巴菲特。所以巴菲特当时还有一些失落啊。他在那一年8月份啊，接受美国一个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看中了一家中国公司，我想投资它。结果呢，还被这家公司给拒绝了。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那资本市场都纷纷在传呢，说这个巴菲特是在投哪家中国公司啊？而且他投资一家中国公司，这家中国公司还拒绝了。都没有猜到比亚迪，因为比亚迪当时实在是太不显眼了啊！就在那一年的9月25号，后来呢，比亚迪公司终于跟巴菲特达成了一个协议，就巴菲特呢就购买比亚迪公司10%的股票，实际上是比亚迪向巴菲特啊他所拥有的基金会啊增发了10%的这个股票。那从此之后啊，巴菲特也就成为了比亚迪公司最大的一个股东啊。那这个股票一直持有到现在，也成为了巴菲特投资非常成功的一个经典案例。那巴菲特投资这个比亚迪的公司，他就知道李路了，所以他跟李路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2010年，大家都知道，巴菲特访问中国，到中国邀请中国的富豪啊去开一个慈善晚宴，他是一个全球慈善家的角色，到中国去访问的啊，给中国的50个富豪发邀请函。他这次访问的时候，就把李路带回了中国。这可不得了啊！因为你要知道啊，李路是8964中国政府公开通缉的23个这个反革命暴乱分子啊。这23个反革命暴乱分子啊，他没有人能够合法的回国啊。当然，很多人想回国了，其中有个叫周永军的，当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啊，也是最早北京市高自联的主席，当时也被通缉了。8964之后，他也跑到美国去了啊。这个人呢，他可能也是思乡心切啊，在美国混得不太好啊。后来好像是在2008年吧，他就拿了一本马来西亚的护照啊，就跑到了香港去了啊。到了香港之后，就被香港警方直接给拿下了，紧随其后就给送到中国内地了。后来被四川的一家法院判处了9年有期徒刑，就直接关了9年，说他诈骗。这9年出来之后呢，他就留在中国了，因为在推特上随便发了几条帖子，又给判刑14个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8964那批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那些东西，到现在还有效啊。王丹和乌尔凯西想不想回去？想回去啊。乌尔凯西不是到澳门、到香港去闯关，中国政府不让他进。王丹呢，在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中国政府也不管他，就是不让回。李路是第一个在通缉名单上的人合法的回去的。据说这次李路回国啊，是巴菲特跟中国政府之间运作的结果。因为巴菲特啊，当时啊，在中国政府那儿影响已经比较大了啊，投资中国企业，投资中石油，投资比亚迪，那就是看好中国啊。所以呢，中国政府啊，估计是默许他把李路带回中国。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因为李路啊，到了美国之后呢，也就跟整个民运事业渐行渐远了嘛。现在是一个投资家了嘛，而且李路本身也参与对中国的投资嘛，甚至那时候还有人传言说李路有可能成为巴菲特的一个继承人。所以就在这种背景下啊，李路跟了巴菲特回到了中国。那李路自从2010年之后，他就可以自由的往返于中国跟美国之间了，因为他也要投资中国企业嘛。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呢也蛮重要的。甚至这中间他还在中国还出了他自己的书，什么现代化文明和中国的投资啊这本书啊。然后呢他每隔5年左右还到北大呢去做一次演讲。所以我就说这个5年呢，我就是第一次课呢还是有点遗憾的啊。第一次课呢我们这个主要谈了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基本的理论啊，但是这个价值投资本身它是一个一个实践的学问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李路现在呢已经可以成为中国政府豁免的一个8964的通缉名单上这个人。当然有人说了啊，中国政府呢当时也是限制不让报道啊。说当时李路回中国的时候，境外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政府就一律冷处理，甚至把他的名字都给改了。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李路啊，那中文名字呢李路，原先他是雨露的露，后来呢报道的时候给他写成了大陆的陆就给人感觉不是一个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人啊。那么讲完巴菲特跟李路的故事啊，我再想想巴菲特到底如何认识今天的中国。巴菲特啊过去啊对中国政府啊他很少评论，你比如说涉及到人权呐、一党专政啊这种事情啊，他从来不说。可能在他眼中看来啊，就是这种东西谈来也没什么意义啊。但是他对中国政府推行的改革开放那是赞赏有加。他的很多次啊他都讲过13亿中国人啊创造的这个经济增长的奇迹很了不起。甚至芒格他的哥们儿啊，其实对中国政府的精英制的治理好像还曾经夸奖过。他说你看中国共产党的搞的这个精英治理，对防止投机这方面做的比这个我们这个政府还要好，还有效率。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巴菲特也好，芒格也好啊，对中国政府的这套体制啊，我认为他们内心不是特别的认可，但是呢也不像很多人那么讨厌。但是他们对中国政府实行的市场经济那基本上是高度一致的赞赏的啊。那对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制度啊，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他们的弟子李路啊来窥见一斑。李路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他在中国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文明、价值投资》啊，以及投资中国。另外呢，他在北京大学也做过几次演讲。我觉得他的这个关于中国的看法大致集中在这些范围之内啊。在他这个书里头啊，他大致把人类的文明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叫文明 1.0， 这文明 1.0 啊就是狩猎文明，就是人类啊刚刚走出蒙昧时代啊，从非洲啊一路打猎，然后走遍了全世界啊。那这个其实也挺了不起的，这是一个万里征程的过程，平均以每年1英里的速度啊，就基本上把人类的足迹扩展到了全球。但是呢，这个狩猎时代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人类自己的财富它是没办法储蓄的，因为你狩猎嘛，你打下来动物，你动物之后你就得吃掉，你不吃掉它就烂掉了啊。所以是狩猎时期，所有人类的财富都是没有办法进行储蓄的。第二类的文明，也就是 2.0， 就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那你就发现了农业生产可以给人带来持续的这种食物啊。这农业文明跟狩猎文明最大的区别就不同了，农业文明本身是可以储蓄的，你粮食打下来之后，你可以储存起来，建一个粮仓，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了财富的概念。这财富呢就可以集中，然后形成一种权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家。那么在农业文明过程中间啊，这个土地就变成了非常有大的价值，因为土地可以产生农产品嘛，你所有的农业生产都依附于土地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在农业文明时期，为什么人类频繁发生战争啊？其实战争就是为了争夺土地。然后他紧接着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说2战结束之后，美国为什么把这个占领这些国家的领土啊都还给他们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到了文明 2.0 之后的文明 3.0， 土地就变得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了。所谓的文明 3.0 就是靠市场经济，通过每个人通过自己专业的生产跟别人进行交换，然后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啊，它就超越了原先的这种农业文明。那在这种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文明 3.0 的条件之下，或者说这种结构之下，土地的价值大大降低了。他讲到过去有史以来的人类的文明大概就是这3种形态。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讲到了中国的文明。他说中国的文明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啊，大致到现在发展了40年，他说大概相当于 2.5 到 3.0 之间，
也就相当于啊，从这个农业文明的一半以上那个位置啊，向市场经济的文明迈进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他同时也讲到了，他说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还是现代化。他说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说，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利用分工合作、自愿交易，然后呢形成的一种金融机制。它这个金融机制构建起来的信用文明、信用制度来构建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现代化。而且他也讲到了，他说啊，中国啊大概用了30-40年的时间啊，就大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啊。他说也并不是特别突出。他说只要利用复利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都能完成。你比如说啊，历史上日本、韩国，包括德国这些国家，甚至包括美国，他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间，都是用了30-4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追赶式的现代化。他说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速度来完成现代化呢？本质上的原因就是拥有了复利的秘密，而复利是因为有了金融这样的一个工具。他说中国用30-40年的时间完成这种现代化，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律造就的结果。同时呢，他也为中国文明啊未来的发展啊，他讲了讲他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方向啊。他说中国啊一定要回归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言下之意就是抛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说传统文化的正当性应该说是中国社会往前发展过程中间最重要的一点。与此同时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必须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啊，因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啊的发展呢，来做一些适应性的改变。这是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说，西方社会在市场经济构建起来之后呢，同时构建了宪政民主。这个宪政民主要维护人的言论自由，对于经产权进行保护。他说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他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还是认为，就是整个中国构建起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呢，会慢慢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只不过他认为啊，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的。他也讲了，英国当时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啊，它是原发的，所以说它这个社会结构的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他讲到1830年，他是英国啊，当时已经构建起来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了啊，但是他投票人数只有2%，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说整个英国的普选制度啊，它是到了2战之前才逐渐实现的，差不多也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时间的发展啊。所以他认为整个这个世界的发展基本是通过渐进式的构建这样一个宪政民主的方向。我看他在去年年底啊，又到北京大学做了一次第3次演讲啊。他差不多我不是讲了吗？每隔5年到北大做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的过程中，他对中国的这个社会发展，他又提出来了一个自己新的看法。他说中国现在的 GDP 啊，消费占到 GDP 的比例只有40%。他说这个比例太低了。他说你看美国呢，消费占 GDP 的比例呢是70%，印度是60%，而中国只有40%。而中国的储蓄从40%增长到50%。他说这个比例太不健康了，因为储蓄的钱流到了国有银行，而国有银行效率又比较低，无法通过银行体系啊完成金融的这种工具，构建社会信用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在他认为，他说没有一个大国在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的过程中间啊，是完全靠外资导向或者说外贸导向来完成的。所以中国将来你要变成自己的一个经济大国，一定要以内需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我觉得这一点啊说的还蛮有洞见的啊。你包括今天的中国跟国外跟许多国家打贸易战，本质的一个原因不也是中国的这种出口把很多国家吓坏了吗？所以中国如果构建起来以自己的内需为经济动力的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引擎啊，那可能跟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摩擦，包括这种经济上的冲突也会减少很多。他同时也讲到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他说美国啊历史上对中国有4派。他说第一派呢就是接触派，认为通过跟中国接触，然后中国慢慢的经济自由化了以后会政治自由化。第二派就是鹰派，就认为中国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跟美国完全没办法共荣，那么中国随着他自己的强大，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会从对手变成敌人。他说第三派，他说就是务实派，这一派主要就是美国的一些商人，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强大啊，慢慢的这个美国的这些企业也能获益啊。他说第4派呢就是民粹派，就支持川普上台的这批人，
他说美国现在的这种产业空心化，包括贫富分化，这都是中国造成的。他说川普这批人都是来源于美国的中下阶层啊。他说啊，现在美国这四派啊，基本上有慢慢统一的这个趋势。他说接触派现在已经放弃幻想了，中国经济自由化之后没有变成了一个政治自由化，而鹰派变得更加强硬了，跟这个川普这几派啊都合流在一起。所以他给中国出的主意就是说，尽量不要跟美国啊硬碰硬，同时呢自己的经济啊不要走向经济民粹化。那巴菲特在今年的这个股东大会里头也讲了他对美国川普政府的一个看法啊。他讲到 But the main thing to do is not use trade should not be a weap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ve won. I mean, we have become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country starting from nothing. 250 years ago, there's nothing been anything like it. And it's a big mistake in my view. 实际上，不管是巴菲特也好，还是芒格也好啊，也包括他的弟子啊李路也好，他们都是全球化坚定的维护者和捍卫者，因为他本身呢在全球投资，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来获益了。我个人觉得啊，我看完巴菲特的故事之后，我有这么2点感受。第一点就是李路啊他自己角色的转变。李路当年89年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学生，是当时要跟中国共产党对着干的。这些所有学生啊，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变革要通过政治变革来完成，要通过甚至推翻中国共产党来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来完成。这是89运动过程中间激进学生的普遍看法。但是李路啊离开中国之后，慢慢的从一个激进的学生运动分子变成了一个投资家，投资过程中间还开始投资中国。这种角色的转变本身有了一个非常大的隐喻色彩。什么隐喻色彩？就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到底是通过一种政治变革来改变，还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慢慢的进行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个人认为李路他本身呢已经变成了后者，而李路他通过自己的投资呢也认为这后者本身更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方向。与他相对比的就是他当年的那些同事啊，比如说王丹啊、沃尔凯西啊，很多人呢还变成了继续在他那个传统的道路上行进，变成了一个职业的政治运动家。但是你比较一下这些人这几十年之后跟李路之间的这种命运的差别，你就可以发现啊，李路啊很可能啊他认清了，或者说他更认识到了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中国的确在经济上逐渐的在成长，而这个成长本身既让中国获益了，也让美国很多企业获益了。相反，那王丹啊、沃尔凯西啊这些坚决的走反对派这些人啊，你可以看到他们无论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这个国际上也好，他逐渐的都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觉得这种隐喻啊其实非常有意思。那么第2点呢，就是巴菲特啊他自己的投资理念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就是他从来忽略的都是那种短期效应，他看的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间的一种长远性。你比如说金融危机啊，你比如说这种贸易战呢，他们认为这种短期波动啊对于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间都没有意义。你就比如说他也反复讲到了，他说美中对抗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胜者的，没有赢家的，不会有人在美中对抗中间获益。所以啊他就认为这种所谓的美中对抗甚至局部的冲突啊都是大家共同发展过程中间的插曲而已。所以我觉得啊其实这些人在投资的过程中都慢慢变成了哲学家。而且他曾经还说过一句话，人生只需要富1次，你不需要富几次。所以当你富起来之后啊，最重要的是看住你的财富，而不是进行投机。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启示也蛮大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The time has arrived where Greg should become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company at year end, and I want to